当时我跟家里讲说，我想要去当消防队，得到的答案当然就是不行。对啊，太危险了。可是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契机让你决定说，我要当消防员？就是我觉得他。Hello， 大家好，我是93先生，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让你朝安全又迈向一步。嗨，我是晶晶，大家晚安。晚安。我想说，我们今天就算是聊一个比较跟专业无关、比较轻松、比较不太一样的主题，来聊聊呢，就是我以前的这个人生经历，跟我现在选择这份工作，跟我的走向比较相关的部分。所以呢，我想今天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我会分成大概5个阶段。就是第一个，为什么我当初会选择消防员这个工作当成我的第一个职业？再来第二件事情，就是成为消防员的这个过程当中遭遇了什么样的困难，以及第三件事情，我进到警专，到我去参加特考，对于这个参加考试的心路历程，然后我成为消防员之后，我为什么会把我的重心放在宣导教育这块部分上，以及后来我为什么会离职。那今天想先跟大家讲这个消防生涯的前置工作。大家年纪很小，总会幻想一些自己长大想当什么工作。当然我也想过我要当消防队，那当时我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曾经想过，我觉得我的个性我比较喜欢任务型的工作。这个大概是差不多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到高中就蛮确定我自己的志向的。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说其实真的很少见，很多人其实甚至到大学毕业之后都不是很确定自己到底要做什么工作。就是我觉得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哦，真的。对，可是我也话说回来，这件事情不容易。对啊，很难啊。就像我到现在我都还不知道我自己想要干嘛。你可能不知道你想要什么，那你有没有尝试的努力的去找找看你想做什么事情？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呢，他只是简单的一句讲说我不想做这些事，那你说你有没有努力去找你想做什么？他也说没有。你不见得能够找得到，但我认为你应该要去尝试。反正有多少人自己大学念的科系是跟你后来做的工作一样，这不也是一个 try and error 吗？好，所以呢，后来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当时我跟家里讲说，我想要去当消防队，得到的答案当然就是不行。对啊，太危险了。可是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契机让你决定说，我要当消防员？就是我觉得它好不好玩。很多人会觉得说你在跟我开玩笑，怎么可能是因为这个理由？而且你怎么可以用好玩去决定你这一辈子以后的职业？是的，我的答案真的是因为好玩。我觉得这个工作内容是我喜欢的，我会觉得每天都像是在玩乐，在玩一个我喜欢的事情，所以我会每天很开心的工作。很多人的反应会觉得，怎么可能会是一个这么简单这么任性的理由？但是我必须老实说，这是我真的理由，因为大家不相信，所以我开始必须要编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很多人讲说你立志当消防员哦，哇，你很了不起耶，想要助人耶，想要救人于水火之中哦。坦白说，受之有愧啦，因为你没有想要救人，你只是想玩。对，坦白说，我第一件想到的事情不是救人，我第一件想到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做这件事情很有趣。当然，我不是说那个救灾的过程是好玩的，而是我说是心理感受。我觉得大家其实在人生道路上啦，包含你如果还是学生的时候，难免会遇到这种家里的压力。我很努力的试图去查一下消防队的真正工作是什么，所以我当时还去了我们高中的辅导室，我去查说以前有没有我们的学长后来当了消防队的，说那我试图跟这个学长联络，然后呢我就问他消防队的真实工作到底在干些什么事情。我觉得我要收集到真实的一手资料，这样子我来试图说服我父母是不是会比较有理有据。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这个阶段呢，是你遇到这个困难，你有没有努力的试图去说服大家。就像我以前在跑救护的时候，民众会有一些错误观念，我们有时候呢有些学长可能做比较久了，他也觉得懒得跟你多费唇舌，那你想这么做我就配合你吧。但是我呢都始终觉得我不应该这么做，因为民众他有可能真的是不懂，你可能跟他讲他可以接受，所以每次遇到有民众做一些奇怪无理的要求，我都会先试着说服看看。我先跟你讲啊，我讲了你不相信你不接受，那就是你后面的事情了。所以后来呢我在大3那一年办了休学，
我那时候大学念的是中央大学化材系，那坦白讲呢，这个不是一个我很有兴趣的科系。可是呢，我也必须老实说，我很珍惜那个3年的大学生涯。你有很多好朋友，对，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然后经历到了很多很不一样的事情。我在大学的时候呢，基本上没有怎么在好好念书，所以我那时候大学呢，很多时间都在玩活动、玩社团，可是就是完全没把心思放在课业上。对，所以我其实那时候大学的时候还差一点要被退学，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情况。所以那时候去蹲补习班的时候呢，本来补习班要蹲1年，你知道吗？但是我忽然间蹲了几个月之后，就跟那个补习班老师说我要走了。我说因为我警专考上了，我要走了。哦，是哦，对，因为警专是独立招生，警专不是那个大学联考的考试，它是独立招生。后来的时候听到警专之后呢，其实警专的生活嘛，其实之前有跟大家大概简单讲过了。我觉得警专的生活就是念书、练体能。好，然后呢，会有一些半军事教育的。那这段过程，我觉得有机会再跟大家说。所以呢，这是我消防队职业生涯，甚至不是前半，是前置作业的情况。我想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啦，还是一样，希望大家会喜欢啦。所以呢，我想呢，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边。那么，希望今天的分享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各位有从这一集获得收获的话呢，请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影片。你现在做的工作是你喜欢的事情吗？欢迎底下留言。那今天就到这边咯，下次再见，拜拜。我其实后来很多人生做的决定，几乎啦是基于这件事情。包含呢，我们常跟大家讲，我们在跟大家分享这个观念，是希望能够保护大家。对，不好意思，现在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这个是次要理由，主要理由纯粹就是我觉得分享这件事情，设法去说服大家既有的错误观念，是一个像解谜的过程，很好玩。